03年杨利伟首次飞天的时候，当时是作为载人航天中国人第一次准备踏上这个离开地球家园的这个旅程。我记得当时在我们那个飞控大厅里，杨利伟最后在倒计时的时候给我们就是大家举手敬了一个军礼嘛。当时我们其实心里，因为是第一次载人飞行，我们所有的研制人员也就是当时是心情特别激动，大厅里面就是很多人就是有点这个泣不成声的这种感觉。然后等到他已经入轨了之后，他开始活动，然后我们大家就当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吧，感觉中国人终于成了。我叫任小强，来自中国深空探测实验室，然后我目前呢是深空探测实验室系统院战略规划研究室的主任。然后呢，是我们整个负责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深空探测方面的整个的战略规划和重大工程的立项工作的一些研究工作。我是在2000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我当时读的专业就是飞行器设计。可能因为我从小嘛，就是对于这个宇宙啊，就是非常的向往。对于宇宙里面到底有什么，宇宙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些都非常的感兴趣。像小的时候的一些科普的读物，像《10万个为什么》当中有一个天文篇嘛，我也是一直翻了又翻。包括小的时候去咱们紫金山天文台，就是小孩子的那种夏令营，也是每次都积极的报名。然后等到高中毕业以后填报考志愿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报了咱们航空航天的专业院校，然后也从此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自己一定要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吧。我们深空探测实验室呢是在2022年，就是由这个中国国家航天局，然后安徽省人民政府以及咱们中国科大三方共建的一个新型研发机构。这个实验室的成立呢，主要聚焦的也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前沿技术的发展和作为整个深空探测领域的战略智库来存在的。航天的本质的意义呢，按照咱们众多科学家的一些比较集成的考虑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破解宇宙是怎么来的，然后整个太阳系又是怎么起源的，然后人类能不能够离开这个我们生活的地球家园，能够走出地球。人类来源于地球，但是人类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球。其实呢，我是就是投入到航天领域工作时间也比较久了嘛，然后也经历了中国的载人航天的从杨利伟飞天到现在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到2023年进入到深空探测领域，其实也算是见证了咱们中国航天从跟跑到现在能够并跑，以及后续呢可能在逐步方面能够领跑的这么一种这种发展的这样30年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样很多的国际场合上，我们实验室能够代表中国去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示中国的智慧，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航天事业它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奋斗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探月工程可能就聚集了像国内的数千家单位和几十万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共同的这个心血而构成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的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正是这么多团队的作用才形成了中国航天目前有的这样的一些进步跟这样的一些成果。所以团队精神跟团队的这个作用在整个的这个航天事业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做航天人都是心怀梦想，都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群体，因为宇宙浩瀚，然后有很多未知的秘密，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出于对这种未知的向往来投身到这个事业。但同时呢，航天工作落到实处又是一个特别枯燥的这么一个工种，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公众上看到我们的成功啊、鲜花呀、掌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非常短的一瞬间。那绝大多数的时间，我们大家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跟那种很枯燥的数据啊，包括测试啊，包括反反复复的沟通跟协调当中来度过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嘛。我觉得这个是在航天工作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简单的表述。
或者我们都是一群心怀梦想，但是同时在日常工作当中又是兢兢业业、严慎细实的这样的一群人吧。